龍樹的藥方治了舊病，又埋下了新的。上一期留了個懸念，龍樹用來拆別人房子的那把邏輯之刀本身有沒有自性？如果有，他自己就違背了緣起；如果沒有，他憑什麼用一把空的刀去拆別人的房子？這個問題是對手當面質問他的，而龍樹的回答是整個中觀哲學最精彩也最令人困惑的部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龍樹的回答寫在《回正論》裡，大意可以濃縮成一句話：我的刀也是空的。對手肯定追問，一把空的刀怎麼能切東西？龍樹說，恰恰因為它是空的，它才能切。我第一次讀到這段時，覺得像在打禪機，繞了好幾天沒繞出來。後來有一天去藥房買感冒藥，突然想通了。你去醫院看病，醫生給你開了一種藥，這種藥的作用是清除你體內多餘的東西。藥本身也是化學物質，吃下去之後發揮作用，然後被代謝掉。它不會留在你體內，變成一個永久的器官。你也不需要給這顆藥賦予什麼永恆的本質，它照樣能治病。龍樹說的就是這個意思。他的論證是一劑藥，目的是清除你思維裡多餘的假設，就是那個自性。藥到了，病除了，藥自己也代謝掉了。如果一顆藥吃下去不能被代謝，一直留在你身體裡，那它就不叫药了，那叫結石。所以當對手說你的理論本身也是空的，龍樹不但不否認，反而說沒錯，空也是空的，這正好證明了我的論點。這個回答精彩在哪兒？他堵死了一條路。你不能拿你也是空的來反駁一個本來就承認自己空的人。這就像你指着一位清潔工說，你手裡的掃帚也是髒的。清潔工會說，對，掃帚也是髒的，掃完地，掃帚和垃圾一起扔掉就行。我從沒說過掃帚是乾淨的。但光說空也是空還不夠。龍樹把所有的房子都拆了，包括自己的。那人住哪兒？如果一切皆空，包括你的論證、你的方法，甚至空本身，那日常生活怎麼運轉？因果還成不成立？修行還有沒有意義？你總不能全用一個空字打發掉吧？龍樹當然也想到了，他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在一切皆空這個大前提下，分出兩個層次來安置人的生活。第一個層次是日常世界的层面，在這個層面上，桌子就是桌子，因果就是因果，修行就是修行。我們用語言、概念和邏輯來運作，這套東西確實管用。你不能說因為一切皆空，所以不吃飯了，不上班了，不照顧家人了，那不是覺悟，那是犯傻。第二個層次是究竟實相的層面，在這個層面上，桌子、因果、修行包括空這個字本身都沒有獨立自存的本質，它們之所以成立，是因為互相依存，因緣和合，不是因為各自有什麼堅硬的內核撐在那裡。關鍵來了，這兩個層次不是對立的，不是一個真一個假。龍樹講得很直白，若不依俗諦，不得第一義。意思是你必須先在日常世界的語言和概念裡站穩腳跟，才有可能透过它們看到那個究竟的實相。想繞開日常生活直達究竟真理，做不到。就像你不可能跳過學拼音直接去寫小說。關於這兩個層次的詳細哲學拆解，我們在會員專區用一整期專門拆過。今天我只想從歷史的角度講一件事，這個框架為什麼重要？重要在於它替龍樹擋住了最致命的攻擊。中論第24品裡有一段話是整部論最關鍵的表態。當時有人攻擊龍樹說，你說一切皆空，那因果沒了，修行沒了，佛法僧三寶也沒了，你不是在弘法，你是在毀法。在那個時代的印度思想界，這個指控的殺傷力極大，因為如果一個佛教學者被認定為毀法者，他在整個佛教世界裡就站不住了。不管你邏輯多精密，沒人會跟一個毀法者辯論。龍樹的回擊只有一句話，你搞反了。他原文的意思是這樣的，正因為一切事物沒有固定不變的本質，它們才能生成、變化、互相作用。你想想，一杯水如果有永恆不变的水的自性，它就永遠只能是水，不可能变成冰，也不可能变成蒸汽。恰恰因為它没有一個叫做水的固定本質，它才可以隨因緣變化。
所以空不是否定一切，空是讓一切得以運轉的前提條件。沒有空就什麼都不會發生。這個翻轉實在漂亮。對手把空當作虛無主義來攻擊，龍樹告訴他們，空恰恰是反虛無主義的。執着於自信的人才是真正的虛無主義者。因為一個什麼都不能變的世界，表面上什麼都有，實際上什麼都不可能發生。到這裡，我們暫停一下，拉回那個貫穿全系列的校準問題。龍樹的工作距離佛陀在菩提樹下看到的東西是近了還是遠了？答案很清楚，龍樹是在守衛緣起，不是在改寫緣起。佛陀說，萬物因緣和合而生，無一物可獨立存在。後來的學者在分析佛法時，不知不覺給分析工具本身賦予了獨立性。龍樹做的事是把那層附加物清理掉，讓佛陀原始的緣起洞見重新顯露出來。他的刀沒有指向佛法，而是指向後人加在佛法上面的鏽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中觀不是一次革新，而是一次修復。但修復完之後，新的問題來了，而且這些問題不是理論本身的缺陷，而是理論在真實世界落地時產生了龍樹沒有預見到的困難。歷史證明，他的藥方治了舊病，同時埋下了至少2個新的隱患。第一個隱患，診斷精準，但缺處方。龍樹的歸謬法無比鋒利，你提出任何立場，他都能從內部瓦解。可當修行者走到他面前，說我知道一切皆空了，然後呢？他能給的方向只有一個，繼續看到空。後來有越來越多的修行者發現，知道一切皆空和活出一切皆空之間隔着一道巨大的鴻溝。你坐在蒲團上，觀呼吸，觀念頭，發現它們都是空的。然後呢？你一下座，菜場大媽多收你5塊錢，你還是會生氣。你知道憤怒是空的，可這個知道並不能讓憤怒消失。我的貪嗔痴到底是怎麼產生的？經由什麼路徑運作？從哪個環節可以一步步拆除？這些操作層面的問題，龍樹沒有展開。不是他不關心，是他認為只要你真正深入地理解了空，實修會自然水到渠成。可對絕大多數人來說，真正理解空本身就是最難的那一步。你告訴一個溺水的人，水其實是空的，他理論上同意，可他還是在嗆水。第二個隱患，空的濫用。龍樹反覆強調，空不是虛無，可他走之後，不是所有人都守得住這條線。有些人拿一切皆空當擋箭牌，既然一切皆空，修行何必認真？善惡都空，因果何必在意？這種理解後來被論師們叫做惡取空，也正是龍樹最擔心的那種誤解。他甚至專門警告過，空這個東西，你理解對了是解藥，理解歪了是毒藥。就像不會抓蛇的人非要去捉毒蛇，最後反被咬死。可他不可能永遠站在旁邊替每個人把關。還有些人走向另一個極端，嘴上說空，心裡卻把空當成了另一種自信。他們抓着空不放，就像一個人扔掉了所有行李，卻緊緊攥着那張寫着什麼都不要帶的紙條。龍樹在世時能用邏輯把這些歪路一條條堵死，他一走，歪路就像草一樣從地基的縫隙裡冒了出來。中觀學派後來分裂成2大支，一支認為在論證空性時，你需要先立一個暫時的前提，哪怕這個前提是權宜之計，否則對方根本不知道你在論證什麼。另一支堅持龍樹的純粹歸謬，不立任何前提，只借對方的邏輯來推翻對方。在他們看來，一旦你立了自己的前提，就已經偏離了空。這場爭論持續了幾百年，至今沒有完全終結。某種意義上，這正是龍樹方法論的代價。一把太鋒利的刀，連握刀的手也會被割傷。但對佛教思想史來說，比這場內部爭論更要緊的是它暴露出的一個更深層的問題。龍樹證明了一切法無自性，好，接受了。可是如果一切法都無自性，那請解釋一個現象，為什麼每個人的人生軌跡如此不同？你的貪和我的嗔明明都是空的，為什麼他們的表現形式和運作模式千差萬別？為什麼有人天生暴躁，有人天生溫和？
為什麼同樣的經歷，有人能看破，有人一輩子執迷不悟？換個說法，龍樹證明了大樓的地基上不應該有字形，可他沒有回答，那這棟大樓到底是用什麼建的？你說磚頭不該有字形，好，那總得有別的材料吧？一切皆空，可空的世界裡為什麼會長出這麼多不同的東西？差異從哪來？經驗由什麼承載？記憶存在何處？這些問題，中觀哲學給不出一個令所有人滿意的答案。於是，在龍樹之後100-200年，印度出現了兩兄弟，哥哥叫無著，是兩人裡先轉入大乘的那個，據說在定中受彌勒菩薩的教導。弟弟叫世親，是說一切有部的大學者，寫過一部著名的俱舍論，系統總結了有部的哲學體系。弟弟看不起大乘，認為那是後人編造的，不是佛說。據說哥哥讓弟弟讀了一部經，弟弟讀完才驚覺自己以前寫的東西全是廢紙，差一點割舌自盡。哥哥攔住他說，你以前用那條舌頭誹謗大乘，現在就用同一條舌頭去弘揚它。這兩兄弟做了一件龍樹沒做的事兒，他們不再拆房子了，而是重新設計了一套建築材料。這套材料既不違背緣起，又能回答龍樹留下的那個懸而未決的問題：空的世界裡，差異是怎麼長出來的？經驗是由什麼承載的？修行的路徑到底該怎麼一步步走？他們叫無著和世親，他們創立的體系後來叫唯識。這也是佛教思想史上反覆出現的一條規律，每一個偉大的回答都會變成下一個更大問題的起點。龍樹清理了地基，卻留下了一片空地。100-200年後，有人開始在這片空地上重新設計圖紙，重新動工建樓。下一期我們講無著和世親的故事，一對兄弟，一次徹底的轉向，一個從空性的廢墟上重新生長出來的龐大體系。你有沒有經歷過類似的事？一個曾經想通的道理，隔了很久之後，發現它雖然解決了老問題，卻悄悄制造了新的困惑。歡迎在評論區分享。我是王立杰，我們下期見。